你敢相信吗？这是政府补贴人人可住的主屋，如今却卖出了超过100万新币的天价。这不是乌节路的豪宅，也不是滨海湾的景观公寓，而是达士林主屋。公共住房变成了平民买不起、富人才追捧的投资品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达士林凭什么破百万。更重要的是，在这样的新加坡，你还买得起房吗？2024年，一套位于达士林主屋的 Pinnacle Duxton 的5房主屋成交价105万新币，这不是个案。就在不久前，另一套高楼层的4房主屋也卖出了98万。要知道，20年前这里还是旧机场路、女皇镇的老主屋地带，现在却成为主屋界的豪宅代表。问题是，达士林主屋真的值这个价吗？它的背后是稀缺地段、高质量设计，还是新加坡房地产的集体疯狂？达士林不是普通的主屋，它是 HDB 设计转型的标志性产品。时间回到1930年代，新加坡还处在殖民时代，住房条件极差，贫民窟林立，疾病肆虐。于是政府成立了新加坡改良信托局 SIT， 第一次开始建造公共住房，而达士林就是他们的第一批作品。重点是，这个第一批公共住房从一开始就不便宜，宽敞通风，建筑讲究，街区规划的像欧洲小镇一样，甚至连楼梯和阳台都是流线型的现代主义风格，和我们印象中逼仄老旧的主屋完全不一样。很多人说这哪里是 HDB， 根本就是带身份证的别墅，因为这些房子压根儿就不是为最底层建的，而是为有点本事的中产白领准备的。起点就是平民豪宅。达士林的建筑风格叫 Streamline Modern， 是 Art Deco 的一种变体，流线型、圆润，充满装饰艺术感。你在伦敦、巴黎能看到这种建筑，但在东南亚它绝无仅有。那时候没人想到，几十年后这些奇怪的建筑会变成文青打卡地，成为高价炒房的资本。建筑有时候比人更懂得隐忍等待。7栋高楼，50层高，26层与50层各有一条空中巨龙天桥连接。站在50层空中花园，整个新加坡的天际线就在脚下，你甚至能隐约望见马来西亚、印尼的轮廓。这是公共住房的新巅峰，也是设计与民生的新融合。而且这里地段优越，5分钟到 Redhill MRT， 10分钟车程进市中心，旁边就是女皇镇与 Tanglin 核心区。Yura 早在10年前就说过，达士林是城市再生的典范。今天这种价值洼地被资本发现也就不奇怪了。但问题是，这种机会还会轮到你我吗？你有没有发现 BO 越来越难抽中，转售又买不起？ BO 要等5到7年，收入中位数却追不上建屋局的定价速度。转售市场上，达士林破100万，B3、盛港也开始步步紧逼。而私宅EC 的入门价都要140万起跳。年轻人最现实的问题是，结婚没房，孩子没校网，租房也负担不起，夹心层变成新常态。政府当然有出手，新冷却措施、房贷限额、主屋分区定价，但你有没有发现，越限价反而越涨价？CPF 限制让你买不了大单位， HEFE 审查拖慢审批速度， BO 集中分配让热门区更难抢。甚至有专家说，政策更像在管理预期，而不是压制价格。买得起的继续买，买不起的继续看着房价奔跑。未来5年，新加坡房市真的只涨不跌吗？我给你3个方向思考：一、买房不再看价格，而是能不能上车；二、往城市边缘走，不如考虑交通走廊附近的机会点；三、政策轨迹决定价格节奏，不是市场自由调节。当然，也有越来越多人选择租房去马来西亚买房，甚至远程工作定居印尼、泰国。问题不是值不值，而是你能不能接受现实，并找到自己的路径。你怎么看达士林主屋破100万？你觉得主屋应该限制转售价，还是接受市场化？留言告诉我，你心目中理想的主屋价格是多少？也别忘了，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度分析，帮我点个赞，订阅一下，我会持续更新更多房产以及新加坡社会观察的内容。